墨家人他到底有多么神秘？在我们的历史上，秦汉之后，墨家就仿佛消失了。但是和后来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，真的就没有传人了吗？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惊天的秘密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。在华夏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段时间里，同时出现了很多大的思想家，他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治国理念和对我们这个世界不同的理解。要论述最有名气的，要数道家的老庄、法家的管仲、墨家的墨子、阴阳家走眼，当然了，还有儒家的孔子。除了这些呢，还有名医杂农纵横家，也各自都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可谓是乱世中的诸子百家。但是很多人都发现了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看这几家的名称都会发现一个不同之处，其他家基本都能从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主张的思想，唯独这个墨家如果不去深度的了解，你就看这个名字一定猜不出这群人他到底是做什么的。而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又惊奇地发现，墨家当时提出的思想是最接近我们今天觉醒后的一个自然规律。说到这里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墨家的第一位老大墨子。在公元前400年，南方强国楚国要出兵攻打宋国，当时执政在位的楚惠王，他为了确保胜利，一举拿下宋国，还特意请来了公输班，也就是鲁班，制造了很多精巧的攻城云梯。当时楚宋两国的悬殊国力，再加上鲁班出神入化的技艺加持，这场仗的结果似乎他没有什么悬念。可就在大战刚刚准备出发的时候，楚惠王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他就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。墨子认为这种战争是不义的，于是就要帮助宋国来预防楚国。墨子先让300弟子去宋国设防，然后只身一人来到了楚军大营，劝说退兵。但是他劝不动楚惠王，于是干脆解下腰带，两头当作城墙，再以木片代表各种器械，就叫来了鲁班和他模拟攻城。这也是历史上墨子和鲁班第一次在沙盘中展示自己独家的攻防战争。鲁班先后进攻了9次，均被墨子一一化解。鲁班的攻城器械已经用尽，可墨子的守城器械还是有余。这鲁班气急败坏之下就暗示楚惠王下令斩杀墨子，这样就没有人来帮助宋国了。但是墨子说，我自己可以死，但是墨家弟子和墨家精神他根本就不会断绝。无奈之下，楚王也只能退兵。这就是墨子他用了一己之力就终止了这场战争。那么墨家精神他到底有多么强悍呢？我们可以参考孟生训成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墨家弟子他手艺极高，掌握着最先进的武器和机关术，而这群人他甘心为大义赴死，足以威胁任何一个国家。最离奇的是呢，他们还拥有着很高的科学素养，比如说力的概念。在先秦时期墨子就能提出力是物体加速的原因，重力和重量它并不相同。其实这就是力学的启蒙。可直到2000年后，牛顿才提出于类似的观念，然后墨子呢还提出了宇宙的概念。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，又是无穷的。在这里面呢，就涉及到了2000多年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雏形。而还远不止于此，当时的墨子还提出了小孔成像、几何定义、极限理论等等，本应该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东西。而这些还不算什么，如果说墨家的思想可谓是更加的超前。墨家的文化思想地位在战国时期它是远超于儒家的。墨家和儒家当时也是并称为2大显学，但是这两者内容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之处。因为儒家主张的是护卫皇权、自上而下的存在，而墨家它正好相反。墨家思想主张的都是如何让底层百姓过得更好，是自下而上的存在。比如儒家说人要分等级，士农工商官民分等，男女分等，塑造等级社会，这也就造成了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极其低下，官官相护，老百姓几乎也没有正义可言。男尊女卑，女性地位极其低下，国脚这种陋习都能存在于1000多年。而墨子主张人人平等，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还有男女平等，官民平等，这也是墨家10大思想的第一个模块，兼爱。而儒家提倡主张信命，说君子以固穷，贫穷也要安贫乐道，提倡一个人如果出生贫苦百姓的家庭就不要想着翻身，要信命，因为人都是分等级的，不仅你自己要这样，你祖孙3代世世代代都要这样，如果出生贵族呢，就亦复如此。墨子说这简直就是愚蠢之极。墨子的思想提出的是非命，极力反对儒家的信命，也就是说不要把任何一个人永远都框定在一个身份里，人定胜天。不要信命，要强本节用。强本呢，就是努力工作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出生低微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贵族，出生贵族如果贪图享乐不创造价值，也可以沦为平民。这样的思想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可谓是极其的炸裂，所以墨家思想它一经问世，迅速招揽了很多社会最底层的民众。墨家弟子他最高峰可达10万之众，都是一些石匠、手工业者、贫苦百姓还有奴隶阶层。但是在墨子的带领下，可以做到一声令下，无畏生死，他们有着极高的信念感。
墨子也坚信儒家是有毒的，如果后人都学儒家，那就很难做到发展和进步。在秦国最弱的时候和墨家合作，10几年就成为了最强的国，随后就一统天下。小日子依靠墨家思想发动了明治维新，摇身一变亚洲第一，世界列强。如果你要细读墨家文化，你可以感悟到它既有资本论的影子，也有国富论的影子。个人看是对你做人做事非常有用的，这是真正的能让你向上走的最底层逻辑。尤其是家里有青少年的，只要认字了就应该看墨子，而不是看儒家思想。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陪伴我们2000多年历史的是墨家而不是儒家，那么我们今天的地位绝对是在全世界碾压第2的存在，版图大到你一定想不到。